文静道人顿时一阵眨眼，就听一位老道咬牙骂道：难道咱们就咽下这口气？老师有言，金蝉子与咱们西方大兴有关，海神这是截断了咱们西方大运。就算想对海神出手，却根本寻不到他的本体，杀他那纸人做成的化身又有何用啊？动不了海神，莫非还动不了海神身旁之人？动谁？与海神相交莫逆，且与咱们西方有较多因果的，便是那截教赵公明。听到这个名号，宝池旁的这几个老道再次陷入了沉默。这一次沉默足足持续了片刻，直到一名老道仰头轻叹：敌不过，换一个。文静道人忍不住翻起白眼，斜靠在石壁上，等着几位圣人弟子商议出结果。又听他们在那嘀咕半天，却又无法找出一个合适的报复目标。文静道人心里不由冷哼一声：莫说你们了，本女王身为海神大人的左膀右臂，此时都不知道半个海神大人的亲友，与其在这里唧唧歪歪，怎么不敢杀上东帅宫，找本女王大人的爱妃不痛快？一想到爱妃二字，文静道人那双凤眼轻轻眯了起来，嘴角荡起了少许的笑意。这几位西方教圣人弟子商议了半天，方才定下了报复海神的计划，而这一份计划被文静道人只用了片刻就全盘讲述给了李长寿的指导人，一字儿都不差。好歹毒的计策。李长寿一心二用，一具指导人带着龙吉逛去龙宫，另外一具指导人在海神大庙后堂打发走了刚来传信的布拉布拉文，随之开始思索对策。说起来这也怪我，可能是藏得严密了一点，让西方找不到合适的突破口，竟然将注意力转移到了海神教的本身架构。堂堂一方大教，有2位圣人老爷坐镇的洪荒二流顶级势力，琢磨了半天，竟然要去灭掉巫人一族的小熊寨，并袭杀海神教各地的熊寨神使。泄愤，这纯粹就是报复与泄愤。这个法子虽然有些荒唐，确实让李长寿感觉很难受。细细的思量，却也是自己的稳有些不够。此前年少轻狂，一直觉得稳就是全面全方位的不出错漏，如今的心态稍微的成熟了一些，后知后觉，在经营一方势力的时候，真正的稳应该是故意露出一个虚假的破绽，由此引导对手的行为，让他们朝着这个破绽用力，从而给己方更多应对的时机。现在也不是自我检讨的时候，还是要迅速想出应对之策。西方教想要毁掉海神教，其实只需要派几只凶兽四处残杀海神教的神使庙祝，就可以在短时间内达到惊人的效果。还好李长寿他早有准备。后堂中的这一具指导人立刻朝着地下遁去，7、8只指导人已经开始分头行动。他会在最短的时间之内将熊寨给挪走，将熊寨大部分的巫人带去东胜神州，再将那些精锐神使聚集在海神大庙下的安全屋。虽然这一次西方教要对付的是巫人一族，但是李长寿稍后会同时提醒在各地驻守的真龙护法，让他们暂时退去南海。再有，为了掩护己方在敌后的优秀地下埋伏人员，李长寿还让各地海神庙贴出告示，神使们要集中进行一次神力晋升，大家近日请在家中自行上香。做完了这些，李长寿还是觉得有些不足。龙族之事也到了关键的节骨眼上，自己稍后万一分不开神，出现错漏，说不定会为敌所趁。巫人一族虽然最开始算计了他，但是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在尽心尽力的一直在尽心尽力的发展海神教。李长寿能够得到这般多的香火功德，巫人们有着一份不可磨灭的功劳。
他既然能护，自然不会让他们白白流血。思量一二，李长寿用一句金仙境的指导人，带上几个演技精湛的神使，比如那半夜打女熊老三，一同前往幽冥地府。巫人一族若是遇到危机，巫族高手站出来护着，也算是合情合理。李长寿也不会白嫖什么巫族高手，该给的谢礼自然不会吝啬。地府巫族缺什么，他就命人多准备什么，无非就是几万头灵兽的生意嘛。在做这些迎战准备的同时，李长寿带着龙吉入了海水，抵达东海龙宫所在的海域。李长寿道：且等，我有一些事要分心处置。好。龙吉乖巧地答应了一声，就在李长寿的身后站着，欣赏着海中的绮丽之景。洪荒的四海，无论再深再广，都会有一些朦胧的光亮，而仙人炼气士大都精善暗中观察之法，海中观物，犹自白昼赏花。不多时，李长寿调整好自己的心神分配，将熊寨各处事务安排妥当，这才对龙吉打了一声招呼。好了，咱们去龙宫吧。海神，您可是有什么难事？龙吉正色道：我昨夜得母亲叮嘱，如今天庭虽然兵少将寡，但也不能让海神您一人独自奔波操劳。若有难事，还请尽管对天庭言明。母亲是这般说的。多谢娘娘关心，若遇难事，我自不会一人独撑，当以天庭大义为重。龙吉轻轻眨眼，突然发现海神真的好会说话，那种恰到好处，点到即止，游刃有余，内涵满满的话语，几乎是张口就来。拿出玉符，龙吉将自己的发现立刻就写了进去。他再抬头看海神的背影，越发觉得海神深不可测呀，而且真的是从各种意义上来说。前方龙吟阵阵，海水沸腾，鱼群四散逃逸。早已知晓李长寿抵达东海的龙族，在李长寿距离水晶宫还有千里之时，派出了大批兵将迎接。正此时，龙吉听到了仙力结界内响起了轻轻的吸气声。龙吉踮脚探身，见海神面色有些凝重，且海神的目光竟是此前一路都未有过的坚定。海神，龙族之事困难重重吗？还行。李长寿略微攥了攥拳，以示决心打好这一仗。自今日起定乾坤，凌霄殿内称豪臣。不曾想到他李长寿竟然也能泛起些许的豪情。而一旁的龙吉敏锐地察觉到了海神的心态变化，不由有些心情激荡。父亲说这位海神有个缺点，便是凡事太过稳健，要思虑数遍才行动。但今日得见，却不像是父亲说。龙吉那小小心声还没有念完，前方有龙族高手率先一步赶来，对着海神大人哈哈大笑，远远行礼。而海神大人瞬间破功，前一瞬还是豪情万丈，突然间就眯眼含笑，笑容可掬。那龙首老者喊一句：海神别来无恙。这边海神应答：哈哈哈哈哈哈，还不是托鳌角长老的福，在天庭乐在悠闲呐！哈哈哈哈哈哈。言罢，两个人各自仰头大笑，笑声在海水之中远远地荡开。龙吉的额头多了几道黑线，他也是知道的，洪荒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若是两者见面不明敌我，就可以大笑几声，笑得越久，敌意就越低。这规矩如何来的？据传闻，远古时众多仙灵捡到宝就会开心大笑，而其他仙灵听到笑声就会绕路，赶着去其他地方捡宝。久而久之，也就有了这般规矩。上古时各方高手都是离着千里就开始大笑，要是去容易引起斗法争宝的地界，都是一边笑一边飞过去。有理有据，
令人信服。龙吉轻轻抿着薄唇，听那龙首老者与海神不断的寒暄。哈哈哈哈哈哈！海神，快随吾回水晶宫中，今日定要与海神你痛饮300杯！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龙王爷可在家？这次我还有几件要事要找龙王相商。那龙首老者急忙回了一句在的在的，随后又是一声大笑。好好好！伴着这般爽朗的笑声，李长寿带着龙吉被众龙族高手簇拥着朝着水晶宫缓缓而去。龙吉还是有些回不过神来，不明白海神如何做到的前后2瞬便可以判若两人。于是龙吉在玉符中写下了一句：海神转换自身情绪无比迅速，逢场作戏的本领无人可及。但是龙吉眨了眨眼，在后面又添了一句：喜欢眯眯眼笑的都是厉害的人物呢。虽说咱为天地之女，但在射击海神的时候从心一些，总归是没错的嘛。闲言暂少叙，龙族运在即。李长寿很少会有紧张之感，除却最初面对天劫，最初面对天罚，最初面对大法师，以及刚返虚境那几年修行遁法，一个不小心就遁入了一对真仙境道侣洞府，撞破了他这个不重要。总之呢，就是在绝大多数的情况之下，他都能够保持相对比较淡定的心态。但是这次来水晶宫，李长寿确实是有了一些紧张感。这场算计已经持续这么多年了，关系到还没有到手的大功德，甚至一定的程度上决定了自己今后的发展，能严重干涉洪荒生存安全指数的曲线波动。可正是这一点紧张感，让李长寿心神紧绷，思维更加敏捷，念头转动更为迅速。入得水晶宫，去了龙王殿，东海龙王走下高台相迎，与李长寿互相见礼，而后将李长寿迎去高台之上，宾主入宴。龙族应是看破了龙吉公主的身份，宴席也为龙吉准备了座椅。见龙吉还想站在自己身后，李长寿笑道：坐吧，莫要辜负了龙王爷的好意。是。龙吉行礼答应一声，抬头挺胸坐在李长寿侧后方的位置，自是从容有度，颇有大家之风。龙王爷，李长寿拱拱手笑道：今日我来是有一件喜事要告知龙王，敖乙可对龙王说过了那有关蟠桃宴之事？小儿已讲过。东海龙王抚须轻笑，龙目中也多有神采，不类于平日里那般昏昏沉沉。东海龙王笑道：海神呐，我儿这段时东奔西走，在东海游说他的各位长辈，言说天庭神位如何如何，这些可是海神给了叮嘱？不错。李长寿大大方方地认了下来，笑道：也是想做个铺垫，免得今日我前来会有一些唐突之感。与龙王爷言说这些，只是想让龙王爷知晓，我从未有过半分糊弄龙族之心。东海龙王沉吟几声，低头注视着自己面前的酒樽。李长寿也不着急，在旁边等了片刻。沉默中，这是较量，也非较量。旁边的龙吉握着玉符，将海神所说的一字一句都记录了下来，细细的品味，又觉得其中颇有深意。此时龙吉宛若见到了2团黑云，正在海神与这位老龙王身上凝聚，让他感觉到了少许的压迫感。龙王缓缓叹了一口气，端起酒樽，笑容多了几分疲惫之感。敬海神一杯。多谢龙王。李长寿举杯还礼，轻抿酒樽，旋即面露正色。龙王爷，我且问一句，此时不说其他3家，东海龙宫
是否还有对天庭反感的要害人物？海神严重了，对天庭巫族只有敬意。天庭无数次助巫族，更是给了巫族这般多的好处，巫族心存感激呀。只是如今确实有不少族人心有忧虑，担心天庭不过又是一西方，巫族元气已失大半，实经不起这般折腾啊。那就在今日，我便为龙族打消这些疑虑。龙王爷，不如您现在就召集东海龙宫内的各位长老，我将今日的喜事与各位长老细细说来，如此也省得龙王爷您后面还要再说一遍。哦，龙王爷也来了一些兴致，却未多问，只是笑道：既如此，海神稍等，丞相何在啊？殿外顿时跑进来几位龟丞相。当下龙王下令，东海龙宫之中，龙母龙子数十位龙族实权长老，数十位地位稍弱但是实力强横的龙族将领，尽皆聚于水晶宫主殿。这般的阵仗让龙吉也是不由得手心冒汗。李长寿依然是镇定自若，待东海龙宫实权高层汇聚于此，先是起身见礼，又与敖乙说了一小段提前写好的相声，最终顺利将话题引到了龙族上天之事。诸位，李长寿站在高台上，对着众龙族做了一个浅浅的道揖，缓声道来：如今龙族机缘在前，我为龙族册封四海海神，今日其实是特来相劝。我知各位心底忧虑，也知龙族不甘效忠哪方势力。龙族远古时曾为天地间的主宰，上古时笑傲四海，便是到了如今依然是洪荒之中三界之内绝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今日我不提窥伺龙族元气的那些强人，也不提所谓的大运大事，就说与龙族休戚相关之事。龙族啸天有三利好，其一为功德，其二为业障，二者本为一体，却不尽相同。各位看一眼敖乙殿下便知。敖乙主动站了出来，催发自身功德，几乎满意的香火功德与那纯净纯粹的天道功德正交相辉映。